蒙宝刚走到二房的小院子门口，就看到宁云初从里面出来。蒙宝，宁云初笑着，我听说你早就来的了。想着早就来了，怎么还不见人影？猜到你去大伯娘那边了，正想去找你。蒙宝答道：战奶奶在家，我来了。总要去和他老人家打声招呼的，陪着战奶奶聊了一会儿才过来。他上前亲热地挽上宁云初的手臂，往里面瞄了瞄，问道：战一阳不在家吧？怎么了？你找他？宁云初一脸的狐疑。没有，就是他在战奶奶背后总是给我黑脸看，我不想跟他打照面，免得他以为我会顺着战奶奶的意思去做。谁稀罕他呀？我那么多的师兄弟，随便挑一个，他们都不敢拒绝我。宁云初立即一脸的生气，说道：老四怎么能这样？你是我们家的贵客，他居然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奶奶不过是让他送了你几次，他就胡思乱想，想的那么多。就是谁稀罕他呀？咱们蒙宝年轻貌美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，压根儿就不愁嫁好不好？蒙宝不过是还不想嫁人是吧？宁云初同仇敌忾的骂了战一阳一顿。躲在窗前偷看监偷听的战一阳，亲大嫂骂他还骂得挺带劲的，是不是早就想骂他了？他得想想他哪里得罪了亲大嫂。不过大嫂附和的那么大声，倒是省事儿，他能轻松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。也幸好每一房的小别墅带的院子都不大，太大的话两个人站在院子门口说话，他就真的听不见了。看蒙宝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不缺钱的主，衣着特别朴素，要不是知道他是银狐前辈的徒弟之一，还真会被他表面的质朴骗到，以为他真是刚从乡下出来的。云初，你公婆在家吗？在的话，我先进去打声招呼。不在啊，我说他们都出去了。就是都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得很，才会邀请你过来玩。宁云初拉着蒙宝进了院子，蒙宝随意地扫了一眼院子，没有看到战一阳的车子停在他家院子里，露天停车场也没有看到他常用的那辆车，他会不会用其他车辆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战家9位少爷，除了未成年的老九还没有车子，其他8位少爷都拥有好几辆、10几辆的车，车库里就像摆车展一样。都说男人爱车，在战家的8位少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的。战家停车的地方也多，蒙宝的租来用的车子停在露天停车场，他只看了露天停车场，不能确定战一阳在不在家。想到战奶奶说不是节假日，大家都不喜欢回到山庄里，战一阳应该不在家里。蒙宝放松神经，只要战一阳不在家，他就算露出点破绽，也没有人会发现的。两个人进了屋里，坐下后，宁云初吩咐佣人给蒙宝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花店呢？蒙宝问道。想休息休息，老神医叫我不要太过劳累，说我的身体始终比别人虚一点，要好好的调养，特别不能劳累，不能熬夜，在花店里不会累。但是我那个妹妹啊，老喜欢跑到花店吵闹，烦人的很，一晨就叫我在家里休息休息，反正花店里还有人看着，我不在店里，我妹妹过去了，转上一圈就会走开的了。蒙宝说道，你还是太心软了，换成是我，他来一次我打一次，打到他不敢再过来为止。就凭他以前那样欺负你，你就不该念姐妹情。我也没有念手足情，他只是逞口舌之强，懒得理他，我不需要打他出去，只要我过得好好的，他就能气得半死。他最是瞧不起我，不将我放在眼里，偏偏我现在骑在他头上踩着他，他只有气的份儿。他嫁的男人还是宁思琪想嫁的，宁思琪曾经拥有的都失去了，都在他手里了，就是对宁思琪最大的报复。只要宁思琪不动手，宁云初一般是不会动手的。她是战家二少奶奶，
还是有点修养的。也是，下次他再来找你麻烦，你告诉我，我半夜3更跑去吓他一下。宁云初，你半夜3更去扮鬼吗？宁思琪怕鬼，萌宝的吓一下，是跑去给宁思琪一点不伤及性命的教训，让宁思琪心生害怕，不敢再犯。可不是扮鬼，不过扮鬼他也能扮，以他的易容本事，容易得很，就怕宁思琪胆子小，会被他的鬼相吓死，那样就最大了。他还是更喜欢以红衣女的形象出现。逗你的，哪里要你扮鬼去吓他？在我还是个瞎子时，他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。现在我重见光明，掌控着宁家的一切了，他更拿我没办法。我跟他做了20几年的姐妹，他什么性子，怎么样做能将他气得跳脚，我心里有数，连一晨都不用插手。他和宁思琪之间的矛盾，是鲜少会让战一晨插手的。好吧，你有老公当靠山。萌宝暧昧又羡慕地道。二少奶奶，一名佣人忽然拿着2个风筝走进来，他边走边对宁云初说道：二少奶奶，你说今天风大，想放风筝，二少爷买好了2个风筝，让人送回来了。宁云初很不好意思地对萌宝说道，就是他早上出门时，我说今天风好大，要是有风筝，放风筝，肯定能飞得老高的。他就巴巴地让人送风筝回来了，家里随时都能翻找出几个10几个的风筝，老九那里就有，洋洋都有好几个放在山庄里的，用得着买新的。萌宝却笑道，你就是随口一说，二少都放在心上，立即给你买了，让人送回来给你。二少对你的好，让人羡慕嫉妒恨呀。宁云初越加的不好意思，俏脸都染上了几分的红云，是被萌宝打去红了脸。从佣人手里拿过了2个风筝，佣人又说，二少爷知道二少奶奶今天邀请萌宝小姐过来，所以买了2个风筝，有伴玩。萌宝笑道，我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放过风筝了，好像长大后就没有再放过风筝，小时候倒是经常会放风筝。今天我是托了你的福，能够重拾童年快乐。宁云初递了一只风筝给他，说道，我很少会放风筝，小时候我弟妹都有风筝，我是没有的。哪怕风筝不贵，我大伯和我妈都不会给我买。以前对我最好的那个保姆阿姨，自己给我扎了一个风筝，但是飞不高，我都宝贝的不行，可是没玩2下就被宁思琪毁坏。我跟我妈告状，我妈还骂了我一顿，也骂了我的阿姨，不许阿姨给我做风筝了。我也没什么玩具，2岁之前有的。我爸给我买了很多好玩的玩具，还有好多很漂亮的洋娃娃。阿姨说我很喜欢洋娃娃的。在我爸走后，我妈就将我的玩具全都送给别人了。宁思琪出生后，她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，我羡慕得很，有时候偷偷去玩她的玩具，被她发现了，她就会哭，告诉我妈，说我偷她的玩具。我妈也不听我的解释，就是给我一顿毒打。她打我打得特别狠，挨过一次打，我能痛上好几天，身上的伤痕有时候要很久才能完全好。被打得怕了，我就再也不敢去碰宁思琪的玩具。天磊会将他的玩具给我玩，但我不敢要了，怕挨我妈的毒打。以前阿姨还在，她还会救我。她被我妈赶走后，再也没有人救我了。那些人都是听我妈的。天磊很小就会护着我，只是他终究是个小孩子。说起自己的童年，宁云初的心还是刺痛刺痛的。他以为他能够平静地说起过去，可是真说起来，他还是难受得很。可能他的亲妈是世界上最毒的亲妈吧，比白雪公主的后娘还要狠。白雪公主的是后妈，她的是亲妈呢。她却是母亲怀胎10月所生，并非是抱养的，而且她长得和母亲也有几分的相似，可是她就得不到半点的母爱。以前她不懂，甚至以为所有妈妈都和她的妈妈一样的。
等到宁思琪出生了，他才知道，妈妈只是对他那么狠而已。妈妈也会是个很温柔的妈妈，但妈妈的温柔不是给他的。就是现在他去探监，母亲都不愿意见他，说就当作从来没有生过他。他要怨要恨都好，母亲一点都不在乎。母亲甚至说早知道会栽在他手里，当年就该捏死他，不让他活下来。说什么要不是他大伯说的留着他的命，他大伯还要做样子，不想听到别人说他害死弟弟，抢占弟弟的财产，睡了弟弟的老婆，又要虐待弟弟唯一的女儿。不是他大伯还要做样子，他妈说早就打死他了，还骂他小姑姑当年手伸的那么长，嫁出去的女儿还管着娘家的事。要不是他小姑姑回娘家探亲，他早就死了。是呀，亲妈给他下毒，想毒死他。小姑姑送他去医院，没死成，但瞎了双眼。也因为有小姑姑的介入，他后面虽说在宁家像个透明人，还不如一个佣人，至少不会老是挨打了。也就是宁思琪老找他的麻烦。不过他长大了，学会自我保护。蒙宝坐到了宁云初的身边，心疼地握住了他的手。云初，不要去想以前的事了，咱们已经否极泰来，以后你的人生路都是平平顺顺的，也会幸福余生。那些个人还去想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宁云初眨去眼角的泪，不去想，我已经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否极泰来，等着我的都是幸福生活。蒙宝，走，咱们出去放风筝，趁现在还风大，去大草坪上放风筝，那里适合。好，宁云初拉着蒙宝出去，蒙宝也很爽快地跟着他走。已经从窗前躲到楼梯口偷听着的战一阳很是着急，大嫂是不是忘记他今天的任务了？是按他请求的，邀请了蒙宝过来，但他暂时还没有找到蒙宝和狐狸像的地方。大嫂居然带着蒙宝去放风筝，还去大草坪那里放风筝。大草坪周围虽说有树，他可以藏身在树上，但是藏在树上，距离就远了，就算能看到两人放风筝，一些小细节却是看不清楚的。战一阳在心里暗骂着亲大哥，大嫂不过是随口说了句今天风大，适合放风筝，亲大哥就巴巴地送了风筝回来给大嫂。这不，两个人都去放风筝了。他想躲在暗处偷看是不行的了，只能跟着去。跟着去的话，蒙宝有所防备，就不会露出破绽。是了，蒙宝防着他，进门就问大嫂他在不在家。他的理由说得很充分，战一阳却觉得有鬼。身为银狐的徒弟，身手了得，也是个有身份有背景的人，怎么可能怕他的黑脸？防他是怕他发现什么吧？难道蒙宝是狐狸扮的？从狐狸的绰号可以解读出他的能耐。他换个样子，换个身份，不熟悉的人不就被他骗了？狐狸嘛，都是狡猾的。如果蒙宝就是狐狸，狐狸就是蒙宝的话，也就说得过去了。因为蒙宝是银狐的徒弟，师兄弟众多，信息来源网强大的很。他想调查狐狸就查不到，还会被狐狸发现。还有就是狐狸的身手了得，他都拿狐狸没有办法。他若是银狐的徒弟，有那么多老前辈同时教着他，他拳脚功夫不厉害，都对不起他的师傅们。战一阳是这样猜测，但没有证据，又不敢将两个人看成一个人。狐狸可是他爱上的人，万一弄错了，蒙宝和狐狸不是同一个人。他以为是一个人，将对狐狸的感情都倾注在蒙宝身上，岂不是错爱错付？让狐狸知道了，他就更别想追到他了。大嫂，想到这里，战一阳出声叫了一声。已经走到屋门口的宁云初，宁云初扭头，蒙宝也跟着扭头看向战一阳，心里想着，原来战一阳在家里啊。一阳，你在家呀？我以为你不在家呢。宁云初说道，又对蒙宝说道，
我从昨晚到现在才看到易阳，都不知道他回来了。易阳，你什么时候回山庄的？蒙宝倒是没有怀疑宁云初骗他，宁云初只是当嫂子的，小叔子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当嫂子的哪能时刻随意着小叔子的动静？战易阳可能半夜3更才回来的，宁云初不知道很正常。我昨晚很晚才回来，今天就没有出去，在家里补眠。战易阳下了楼，径直朝2个人走过来。蒙小姐。战易阳客气地朝蒙宝点点头，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能这样叫了。就是蒙宝也只是他的昵称，可能他小时候很萌很可爱吧，他的长辈就叫他蒙宝，这一叫就叫到现在。蒙宝也是点点头，算是回应了他的打招呼。战易阳的视线回到自家大嫂身上，大嫂这是要去放风筝？我今早就是随口说了一嘴，你哥就给我送回来2个风筝，趁现在还有风，我和蒙宝出去放风筝。易阳，厨房里还有吃的，你饿了自己吃，应该还热着的。宁云初交代了2句，就带着蒙宝出去了。战易阳很自然跟着走。蒙宝扭头问他，四少跟我们去放风筝？屋里闷，外面风大，出去吹吹风。咋的？我跟着去影响到蒙小姐放风筝？没有的事，这是四少的家，四少要去哪里都可以自由的。战易阳不说话了，2个人边走边聊着他们女人喜欢聊的化妆品、护肤品牌子，也会聊一聊生意上的事。谈及生意上的事，就是宁云初在说，蒙宝在听，偶尔蒙宝会说上几句，战老四还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呢。蒙宝不好过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免得战老四越加的怀疑他。到了大草坪上，已经有不少工人的小孩子在那里放风筝，风大就放风筝，这个想法不止宁云初才有的。看到二少奶奶也来放风筝，那几小孩子都跑过来围观2个人的风筝，夸他们的风筝很漂亮。老太太和她的老姐妹们还在打麻将。对于大草坪上的情况，几位老人家偶尔看上2眼，看得不清楚，只知道一般小孩子在草坪上放风筝。战易阳就看着，宁云初很少放风筝，他没有什么经验，数次都飞不起来。蒙宝的风筝却是一下子就飞起来了。他看到宁云初还在折腾，便笑着将他手里的风筝线交给宁云初，他帮宁云初放飞风筝。宁云初的风筝到了他的手上，一下子又飞起来，高空中飞着不少风筝，然后有2个小孩子的风筝打架了，缠在一起，他们俩心急，赶紧拉扯，扯断了风筝线，一个风筝飘落在地上，一个则是飘落在树上。大家立即跑过去，有孩子想爬树，你们小心点，那树那么高，小心别摔着。蒙宝叫喊着，姐姐帮你们捡下来。宁云初提醒他，你也要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有经验，我以前放风筝也试过这样的情况，风筝掉落在树上，都是我自己爬到树上去捡回风筝的。他将自己手上的风筝线递给宁云初帮他拿好，他就去爬树。会拳脚功夫的人就是不一样，爬树像只猴子似的，3两下就翻爬上树。战易阳盯着他的动作，等到蒙宝拿到了挂在树上的风筝后，他滑到了树杈上后，看着离地面不高，他就从树上跳下来了。他跳下来的动作就像狐狸从战易阳私人别墅的围墙上跳下来一样。战易阳蹙眉抿唇，就是这样也不能断定2个人是一个人。换成他在树上跳下来，他也是那样跳的，不过还是可以怀疑一下的。姐姐你好厉害呀！几个孩子都鼓掌，夸着蒙宝的厉害。蒙宝笑容灿烂，将风筝递给了那个孩子，笑道，姐姐可是爬树的高手，跟着师傅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，四周围除了山还是山，山上除了树还是树，
不仅是他，还有他的师兄弟师姐妹们。哪一个小时候不是爬树的？爬得多了，不就成了爬树的高手？就是成大医生爬树都如同猴子一样灵活呢。战一阳看着笑容灿烂的萌宝，忽然觉得她很漂亮。好吧，人家本来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她只是衣着朴素而已。若是她打扮一下，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她就像狐狸一样，散发出一股吸引人的气息，吸引着他去探究。或许他真的可以从萌宝这里入手。萌宝未必就是狐狸，但有可能狐狸是他认识的人。毕竟5位老前辈都收有徒弟，除了神医只有1个徒弟，其他人可是有好几个的，最多徒弟的是银狐。萌宝一抬头，对上了战一阳探究的眼神，他的笑容敛了敛，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宁云出的手里拿回他的风筝线，像个孩子王似的带着一班小孩子走开。战一阳这是真的怀疑他了，他也没有露出破绽吧？刚才云初跟他说生意上的事，他都不敢怎么发表见解，就怕战一阳猜到他是杜雨萌。至于狐狸这个身份吗？萌宝自信不会被怀疑的。战一阳调查他狐狸这个身份时，调查了那么多次，调查那么久，连他真名都不知道。哦，他知道他真名，只是他想不到是同一个人而已。他奶奶相中了他，给了他的相片，让他追妻。他倒是去追了，撩得他芳心微动。他竟然抽身离去，说什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相处，还是无法爱上他。他明着说也好，至少不会吊着他，不会拖着不放。这一点萌定还是欣赏战一阳的。杜雨萌他不喜欢，萌宝他也不见得就喜欢，他眼里只有狐狸。虽说都是自己，萌宝却有点哭笑不得，不知道该不该吃一吃飞醋。吃飞醋也是吃自己的飞醋，不过他顶着狐狸的身份行走时，的确是更恣意一点。没有人知道她是杜家的二小姐，也没有人知道她是银狐的徒弟。她可以恣意妄为，只要不做杀人放火、作奸犯科的事就行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。战一阳喜欢的，或许就是她是狐狸时的恣意张扬吧。他都说不爱她了，萌宝也不想主动告诉她，她就是杜雨萌，也是他怎么查都查不到的狐狸。若是有一天他自己发现了，他承认便是商家。陆东明早早就来了商家，居然就更不用说了。他未来的老丈人、丈母娘都要去江城，商小飞本来也想跟着去，商太太不让，说女儿过去也帮不上忙，女儿的性格过于张扬，反而不好。其实是怕出什么事，一家人一锅熟了。商小飞和二哥都不能跟着去，大嫂就更不用说了，侄儿还那么小。陆东明各种叮嘱，又满脸的落寞。商太太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，安慰着他，海玲知道你有那份心的，他又不会怪你，你在家里好好的，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就可以专注的做他的事。你在管城安心的等着他回来过年。他不是说他回来过年了，若是民政局还没有放假，就和你去领结婚证的吗？虽说领证还没有办婚礼，也是一大喜事，咱们总得庆祝庆祝的。你准备准备，领了结婚证，请我们所有人吃一顿饭，帮你们俩庆祝庆祝。商太太说道，将我大外甥女交给你，我是放100个心的，你比那个周红林可靠多了。陆东明喜欢的是海玲这个人，并非她的容颜。在海玲还是个大肥婆时，陆东明对海玲已有好感，那时候可能不是爱，但有好感，就说明他欣赏海玲这个人，并不会因为海玲的肥胖就瞧不起她，也没有嫌弃过她离婚带着孩子，对洋洋好的比亲生的还像亲生，多少亲生的父子俩都没有。陆东明和洋洋感情那么好，现在周红林在洋洋的心里地位已经不如陆东明，
陆东明抿了抿嘴后，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大姨，说不担心那是假的，我只恨我没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走路。在海玲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不在她的身边，我是什么都做不了。”她拍了拍自己的2条腿，我都很努力做复健了，还是离不了这张轮椅。我想帮海玲，可是我这样子过去了，只会拖累她。商太太说道：“东明，大姨理解的，没事，海玲也不会怪你，相信我们，相信海玲。”程玲玲拿着一串葡萄，边看着边吃她的葡萄。钟爷爷都看了她好几次，在她吃完了一串葡萄，又去抓了一把瓜子来吃时，钟爷爷忍不住说：“她林丫头，从你起来到现在，张嘴就没有停止过，像兔子的嘴巴一样，不停地吃着吃着。平时在君家，他们不给你吃吗？军旗虐待你了？”程玲玲笑道：“没有的事，他们恨不得将我当成祖宗供着呢。我这张嘴生来就是吃的、说话的。钟爷又不是现在才知道我爱吃，我们一般人都是地道的吃货，也是那一般小辈都是吃货，哪怕山珍海味都吃过了，依旧保持着吃货的本质，他们也不挑食，有什么吃什么，说每一样食物都有它的营养价值。商太太到时间出门了，再晚一点，去到江城，天都黑了，那边冷着呢，怕我钟爷受不了，现在出门。到达的时候刚好是中午，中午的气温稍微好一点点，哪怕一路上都会有暖气，但到了后，钟爷也要下飞机，下飞机不就会冷，他们倒是无所谓，就是钟爷年纪大了，得注意点。钟爷说道：“我又不怕冷。”程玲玲不客气的道：“每年猫冬的那个人是谁？一入冬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天天打火锅。你院子里的雪都是我们帮你铲的。钟爷一大把瓜子还堵不住你的嘴，嗑你的瓜子吧。”程玲玲嘻嘻的笑。商太太说道：“好，我们马上出发。”她对小儿子和女儿女婿说道：“爸妈和大哥不在家里，你们俩要看好我们这个家，照顾好你嫂子和孩子。君然，麻烦你了。”商太太现在就觉得君然这个女婿重要了。他夫妻俩出远门，长子又不在家里时，有君然这个准女婿在，也能放心不少。君然又住在他们家隔壁，很近，家里有什么事，在院子里叫喊一声，君然就过来了。找女婿啊，还是要找个像君然这么给力的才好。君然说道：“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家里有我和二哥还有小飞看着呢，会照顾好嫂子和孩子的。有你在，我放心点。”商太太又对陆东明说道：“准备好钻戒，等我外甥女回来了，你正正式式的向她求一次婚，然后去领结婚证。”陆东明重重的点头：“大姨，我会的。”他是要正正式式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郑重的向海玲求一次婚，然后就去领结婚证，年后办婚礼，办一场盛大的轰动管城的婚礼，让周红林后悔去吧。商太太走回到钟爷身边，与丈夫一起搀扶起钟爷，慢慢的往外走去。蓝晶抱着儿子跟着出去，对婆婆说道：“妈，看着点无痕。”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商太太胸有成竹，她那个二姨有什么阴谋计划，她已经收到了消息，没有做好万全之策，她都不会带着钟伯回去。外面风大，挺冷的，孩子还小，你抱他回屋里去。商太太让儿媳妇不用再送，他们只是去替他的父母讨个公道而已。很快，几辆车载着商太太夫妻俩，还有钟伯以及程玲玲离开。中午的时候便到了江城。钟伯早就跟商太太说好，回到江城后，他要先去墓园看看家主。商太太应允了他，他也想看看父母，还有凤家的列祖列宗，告诉他们凤家出了凤月那样的恶魔，
心狠手辣，残害手足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不顾一切的。商太太刚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时，曾经带着丈夫、儿女以及海玲等人去凤家的墓园，拜祭过父母，还有她的爷爷奶奶等人。她父亲和爷爷奶奶并没有埋在凤家的墓园里，而是在旁边的一个大墓园，那是凤家历代家主的丈夫死后的归宿。他们的公婆一般不会葬在那里。上任家主虽说招了个男人上门，却是夫妻恩爱，对公婆小叔子小姑子也很好，大家关系融洽，故而他给婆家人买了一栋大别墅。平时婆家人住在那栋大别墅里，来往凤家大宅也挺方便的。被凤月害死后，凤月要做样子，便将大姐的婆家人都埋葬在凤家主墓园旁边的那个墓园里，说什么等找到外甥女了，外甥女长大后方便外甥女上坟。没有人接机，商太太不让人来接机。他们一行人下了飞机后，低调递上了几辆车，说了凤家墓园的地址，让司机按着导航走就行。听说他们一行人是要去墓园的，司机不太愿意去，哪怕是大中午，但冬天太阳不出来上班，天色阴沉，去墓园总感觉阴阴森森的，给了双倍的车费，司机们才愿意载着他们去墓园。2个小时后，凤家墓园那几辆车停好了车，商太太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方便等一等吗？我们去拜祭一下，很快就回市中心的，我们再坐你们的车回市中心。等待的时间我们按半个小时这样来算钱，半个小时给你们100块怎么样？1个小时就是200块钱。现在网约车、出租车都不好做了，司机们一天赚到的钱，大多数也就是够生活，都没什么余钱存起来。1个小时200块钱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看到附近也停有几辆车，几个司机都同意在这里等着。商太太向他们道谢，说道：“回市中心的车费我们也给你们双倍。”跟司机们说好后，商太太夫妻俩搀扶着钟伯往墓园的门口走去，程玲玲跟随着。大家都看到了停在不远处的那几辆车，有一辆还是豪车。经过那几辆车时，商太太对钟伯说道：“钟伯，凤月可能在这里等着了。”他们清楚江城的情况，凤月同样也盯紧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辆豪车的车牌号码我有印象，就是他的。他是见过凤月从这辆豪车下车，当时他就记住了车牌号码。海玲过来后，也将凤家所有人的车牌号码都记住，并发给了他。钟伯说道：“他既然知道我们会过来，会在这里等着很正常。他还是挺了解我的，知道他对家主的忠心，猜到他重回江城，第一件事就是过来看望家主。”他又低声问：“都安排好了吧？”“没看到露面的只有他们4个人吗？”银狐等老前辈先一步到了江城，这墓园附近也有他们的人手，只要凤月敢在凤家的墓园对他们动手，他们的人就会从背后包抄凤月一行人，等于说他们4个人现在是诱饵。凤月一上钩，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就会撒下来。凤月不上钩的话也没事，凤月不可能不动手的，就算他能忍一直不动手，他们就不会反攻吗？况且这次过来，他们就是来兴师问罪、质问凤月的。钟伯放心了，程玲玲去买了几束菊花，他们4个人人手1束。墓园里有凤家的人在看守，见到商太太等人时，看守的人立即暴喝2声，质问着：“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私人墓园，不是公墓，不是谁都。”凤莹小姐等他们看清楚是商太太后，表情愕然，随即为首的那个人就讪讪的：“我们不知道是凤莹小姐，还以为是别人乱闯我们凤氏的墓园呢。商太太来拜祭过父母，看守墓园的人自然知道她是什么身份，
商太太温和地道。17说：“我找到了钟伯，也带着钟伯回来了。钟伯说要来看看我妈。看守墓园的人论辈分是商太太的叔叔，不过是已出五服的了。对方辈分比他高，他又刚过来。商太太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叔。钟伯。看守墓园的几个人年纪都在40几岁，压根儿就不知道钟伯。他们看向了被商太太夫妻俩扶着的钟伯。那个17叔问道：“尹小姐，你说的这个钟伯是谁啊？我们都没有见过，他跟我们凤家有什么关系？还是来拜祭上任家主的？”商太太解释的道：“钟伯是我妈生前的全能助理，上任家主的全能助理竟然还活着，而且还回了江城。”几个人扭头往木山上面看去，现任家主今天突然心血来潮，在一班保镖的簇拥下也来墓园了，说是想姐姐了，要来看看姐姐，跟姐姐说说话。家主嘴里的姐姐不就是上任的家主？大家都在背后说，上任家主就是死在现任家主的手里，因为上任家主死了，2位小姐才会不见，下落不明的。数月前才有凤迎小姐的下落，但是凤慧小姐已经死了10几年。不过2位小姐都有女儿，听说她们的女儿都挺优秀的。凤慧小姐的长女海玲小姐早就来了江城，跟凤晴小姐斗得很。次女海彤就名气大了，是管城首富战家的大少奶奶。她与战家大少爷的爱情故事，经人口口相传，连他们在江城的都听说过他们的爱情故事。不得不说，底子好的人就是底子好。海彤天生丽质，贵气天成，不就是家传的？她老娘可是凤氏家主的女儿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哪怕姐妹俩在父母双亡后，也受过苦，吃了不少的委屈，最后还是爬起来了。海彤一嫁，嫁个好男人，同时改写了她和姐姐的命运，这就是命呀。商太太留意着他们的举动，问道：“是不是族里也有人来拜祭祖宗？”她假装不知道停在外面的那几辆车是凤月的，她就回了江城一次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这几个人长期在这里看守墓园，鲜少回家，很多事情也是不清楚的。商太太这样问，他们也没有起疑心。17叔略一犹豫后，就老实的答道：“家主在15分钟前过来了。”“我二姨在啊。”商太太淡淡的说道：“她在正好。”17叔张张嘴想说什么的，想了想后又打消了念头，最终是没有说出来。跟着他的那几个人则是说道：“家主每次过来跟他姐姐说话，都不喜欢有人在身边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现在他在那里。凤迎小姐，你看看要不要等一等再上山去？”